Hello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修萨凯。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呢，来给大家带来一期如何回测这个数据在这个 TradingView 这个网站上。然后这个网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网站啊，是一个很多做交易都在这里。然后我上期视频不是讲的这个 Hummingbot 嘛，然后这期就是来回测一下上期那个策略。好的，那么首先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，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活动。那个大家没有参加的可以去参加一下啊，这个抽奖活动，目前没有多少人参加啊。如果还没有人参加的话，我最后就给那个唯一留言的人了。然后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啊。然后这个 TradingView 的简介，包括操作的过程，我也是都在这个博客里写了。到时候我会把博客放到视频下方。这里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，毕竟做量化这个频繁交易需要手续费减免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交易所，还有需要的这个持久的电脑服务器。然后这里也是给大家推荐的几个，大家有需要来这里看一下就好了啊。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这期的主要就是复现一下上期的那个Simple PMM 的策略，然后并且这个给大家讲解一下代码在这个 TradingView 里面。好的，首先先说一下啊，这个为什么要回测呢？回测就是这个看一下你的这个策略对于历史数据来说，它的这个效果如何。当然你这个同一个策略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，比如说咱们这个 TradingView 里面它是有很多的币种，很多的还有股票，还有黄金，包括外汇，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试一试。就你这个策略它更适合于哪个东西？像比特币跟以太坊都不一样，比特币的话是逐年创新高，每4年几乎都要创一次新高，而以太坊不是，以太坊现在是4000多。以前历史新高是7000多，还没有最近没有创新高，所以说每个币也都不一样，这个每一种东西它的都不一样。然后这个同一个策略呢，你也可以调整它的参数，这是之后就要讲到怎么调整参数去测试。就比如说上次讲的那个模型啊，我们去测试一下，看哪个参数好用。因为我当时不是也没有具体讲那个参数怎么配置，只是告诉大家了一个大概的那是个什么东西啊。那么这期就来详细讲一下，包括这个我们这期所用的这个示例，这个比特币的图啊是 Bybit 的。为什么用 Bybit 的？因为我那个量化不是教大家用那个 Bybit 的 API 嘛，所以大家这里也就用 Bybit 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用 Gate 的 API 的话，你可以去用 Gate 的，比如这个就是 Gate.io 的比特币的图表，但每个交易所的图表不太一样啊，所以大家到时候看你用哪个交易所的进行交易，你就用哪个进行回测。好的，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吧。大家可能看不懂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代码的解释，包括最后的这个图给大家放到博客里了，大家直接去复制就行了。大家就跟我看几个细节吧，然后知道怎么去调试这个东西。好的，我们首先把代码，我这个就是那个博客上那个代码啊。首先复制过来的话，我们直接点这 add to 的，报了个错，说3000就是它这个订单超过3000，它受不了。我们改一下，我们怎么改呢？我们就这个。它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交易量太大了，它那个统计不过来。点这个，它那可能得充会员。点这个 input 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直接把它改成2025年就行。那现在就有数据了。这就是我这个示例代码里的测试啊。这样就有数据了。当然，你可以通过改一些参数，咱们挨个看啊。第一个 strategy 是必须要有的，是这个策略嘛。第一个引号引起来的就是标题啊，标题无所谓。怎么写都行。然后后面的这个 overlay 就是这个显示 true， 一定是 true 啊，在图表中显示。然后这个 margin long 和这个 margin short 是多空的这个仓位，多空的保证金比啊，100%就是1倍杠杆，就是保证金是100%嘛。如果50%保证金的话，就是2倍杠杆；10%保证金呢，就是10倍杠杆；1%保证金100倍杠杆。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行，知道这个参数什么意思，然后到时候可以自己调配。
就是你的开要开多少，因为开高杠杆有爆仓的风险。然后中间这个参数呢是最多加仓加几次，比如说它现在是3，那就是最多加仓加3次。比如说单方向的多，最多加3次多，就加仓次数。这是后面这两个呢是关于这个你是否使用这个百分比，我这里是百分比仓位百分比，然后后面是仓位百分比的个数。这个好调，这个怎么调呢？就是点这个设置，然后点第二个，它这里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 size， 这里有几个选择，第一个是量，就是你要用多少量，然后你要有多少 USDT， 然后你要这个百分比，这3个你选一个。如果你选这个的话，就是每单下目前仓位的20%。如果你选 USDT， 就是下仓位的20U。如果你选这个的话，就是下20个那个币。当然的话，这个仓位这是一开始的这个仓位的数啊。如果你选这个的话，你20个比特币它开不了的，所以就会一直没有交易。它这个交易也是必须得有设定好的。这里第一个参数就是设置你的开始的这个仓位的数量啊，它这后面也有提示这个数量，然后这个币种大家自己选择就好，一般选美元或就 USDT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加仓，刚才我说的。这个是那个手续费，应该是别的话啊，这个就是保证金。也就是说，第一行的界面其实是可以在图形化界面去设置的，大家自己也可以研究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往后面看，第2行这个是一个输入 PMM 参数输入，这里是2个输入。它这个输入的话，大家只关注第一个值就行了啊。第一个的话，输入代表着这个 0.5。是代表着涨或跌 0.5 的位置进行挂单，这就是上期视频说过的。然后这里的就是这个1分钟嘛，1分钟，当然你也可以改成2分钟什么的。后面这个时间控制就是刚才这个齿轮里这个 input 这个时间控制，然后后面这个价格计算，这就是模拟上次的这个逻辑然后包括这个挂单，最后是图标显示。如果大家是调试这个策略的话，需要改的就是这2个空，第一个是 0.5， 第二个是1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2个选项是看它的这个现在效果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开着仓的是亏损了这个5000U， 然后总盈利是这个 11%。这个总盈利就是说你从你这个回测的开仓到现在你的总盈利的数量，这就是总利润。然后第一它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这个它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平仓的仓位的数量，就是你还没有平仓的仓位，目前是亏了这么多。不过没关系，其实主要还是看第2个，其他的话没什么看，其他的话就没什么看的，主要还是有一个是这一点。这是 hold return， 就是直接持有的回报。这个的话啊，其实比特币来说，这个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的，因为比特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比特币是一个比较涨势比较好的币种。你像要有一些，比如说从很高的价格掉下来，像以太坊最高是7000多，然后最近最高是4000多。像狗币最高是 0.7， 然后最近也是最高是 0.48 嘛，而且那是去年了。所以说，不同的指标你得看这个币种的特性啊，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是吧高，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单。然后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可以比如说编辑一下这个数。有 0.5， 我改成 0.3， 我们 update 一下，看看它有什么变化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益只有 5% 了，说明 0.3 不如 0.5。因为改成 0.4 11.46%，还是不如 0.5。那我们比如说 0.51 就更少了。
大家就可以去试一试，比如说0.47，哎，你看0.47就比较高，0.47的这个，当然还有一点，这里没有考虑手续费啊。如果大家考虑手续费的话，一来是可以使用我的这个交易所的减免，二来是可以在刚才设置中设置出去，它其实是可以设置的。就是刚才我不也说了吗？那个齿轮里面有很多指标，比如说我们下面 input 的时间，我们比如改成2分钟啊，2分钟就不行了。是这个时间，比如说10的话。10的话，你看它的收益还可以，大家可以多试一试啊。比如说5分钟，大家要知道，无论是上面这个值还是下面这个值，它越大意味着你手续费越少。所以说，大家可以把手续费的条件去加上，然后再来试一试。这里我就不带着大家多次尝试了，我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介绍。这2个值可以进行调控，然后我们可以观看图表，查看不同的结果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这期的内容了，来教大家简单的来使用这个 TradingView 里面的这个判语言进行查看。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、点赞订阅啊。之后的视频呢，也会教大家这个。如何使用其他的策略，教大家使用一些其他的策略，然后我们并且在这里进行一个回测，看看收益都怎么样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